看清楚你的身份，顾源，你只是傲天风投最底层的审核员。你爸当年不识抬举，被行业协会永久除名，到死都是金融界的罪人。我赏你一口饭吃，让你坐在这家公司里，已经够给你顾家脸了。陆总，华科电子的资产没有贬值空间。我让你签报告，不是让你教我做评估。强行压低50%，不符合市场对冲逻辑。对冲逻辑？顾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精算师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放了10个亿，准备做空华科电子，现在就差你这份贬值报告当风控因素。你要用一份虚低报告引导市场误断华科价值，是市场自己会怕，不是我逼他怕。这小子真跟他爸一样轴，惹了陆总，怕是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捡起来，签字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我让你和你爸一个下场，除名封杀，连墓碑都没人敢送花。看，贵了，穷人的骨头值几个钱？陆总，你确定要用这份报告做空华科？废话，2倍杠杆，30亿做空盘，够把华科压成废纸。既然陆总这么有信心，那我签。顾远，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，你爹要是看到你今天这副样子，怕是要气得从墓里爬出来。陆总，报告里我修正了3个精算参数，几个破公式而已，我希望你能看懂。我不需要看懂公式，我只要这个签名，滚出去！通知交易团队，贬值报告到手了。今天夜盘，我要让华科电子彻底报废。有些人啊，嘴上讲骨气，手上签的比谁都快。他爸当年死抗，好歹还留了点名声，到他这儿连名声都卖了。晚上别买公司内部基金。你说什么？半个小时内撤出来，还来得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精算界的名门之后吗？张哥，你小点声，人家刚刚在总裁办公室可威风了。怎么威风的？陆总一拍桌子，他立刻签字，连亲爹的尊严都不要了。你爸当年好歹还硬过一下，你呢？直接成了陆总砸盘华科的工具。今晚大盘变动会超过历史极值。你还真演上专家了。你们如果买了公司内部跟投基金，半小时内全撤。陆总手里握着10个亿，风控红线又被你签字抹平，2倍杠杆一开，30亿砸下去，华科今晚必崩。我们跟着陆总吃肉，你一个低层审核员在这装什么神？5点了。5点怎么了？夜盘开鞋。你去哪儿啊？找地方哭？找地方，看你们怎么输！装神弄鬼，走去交易大厅。今晚陆总赢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怎么装。各位，这杯酒提前庆祝傲天风投正式吞并华科电子。陆总英明，要不是您逼顾远签了贬值报告，今晚风控还这么好过。那个窝囊鬼还以为自己加公式就高级了，结果不还是给陆总当工具？顾源也配跟我谈对冲逻辑？我在华尔街玩资本的时候，他还在学校啃冷馒头。陆总，第一批3亿资金已经挂单，夜盘一开，华科电子会先跌3个点。3个点？先试探盘口，再逐步加压，风险更稳。我要的不是稳，是碾碎。他们的资金链早就断了，现在不打，难道等他们喘过气来？陆总说的对，华科这种公司就得一口气压死。直接启动2倍杠杆。陆总，2倍杠杆就是30亿做空盘。我说2倍。做空盘入场，跌了，1秒低破1个点，陆总，华科顶不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资本的力量。跌幅扩大到3个点，继续砸，
今晚我要让华科电子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陆总，又怎么了？买盘数据不对，有一笔来历不明的巨额对头资金，正在我们的杂蓝点位死死托盘。来历不明的资金，整个国内市场还有谁敢跟我对赌？不是国内资金，这是华尔街顶级量化基金引力矩阵的自动交易盘。华尔街的基金怎么可能盯上华科这种体量的股票？是不是系统识别错了？不是系统错，是出发点太精准。问题出在顾远修正的3个参数，他真敢动手脚？不是篡改，参数本身合规，但它形成了一个极隐蔽的博弈论漏洞。引力矩阵最擅长捕捉这种漏洞。顾远签个字而已，怎么可能引来华尔街金融巨鳄？他不会早就算到了吧？闭嘴！陆总，对方正在吞我们的做空筹码。吞了多少？已经接近一半。股价回拉了，负3个点，负2个点，负1点。陆总，对方资金量很大，如果我们继续砸，他们会继续吃。我就不信，他们能吃下30亿。陆总，股价翻红了。顾远呢？他刚才好像去了机房，把他给我叫过来。陆总，现在不是找他算账的时候。那你告诉我，现在该干什么？如果半小时内压不下股价，账面浮亏就会变成实际亏损。陆总，对方又加速了。涨幅5%，刚才明明被我们砸下去了。财经论坛炸了，有人泄露引力矩阵建仓数据，散户全在跟买华科。一群散户也敢踩我？陆总，我们的30亿做空盘已经全部被咬住了。浮亏多少？3个亿。3个亿，这才开盘多久？顾远呢？陆总，夜深了，喝杯咖啡提提神。顾远，说，是不是你在报告里动了手脚？陆总，话不能乱说。少装！那份报告是你亲眼看着我签的，每一个参数也都符合行业标准。陆总，他下午还提醒我们撤资，他肯定提前知道。对，他就是内鬼。张哥，作为高级分析师，你连基本算力常识都没有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修正的是马尔奇克链和拉者昂蒂变数模型，公式合规，参数合规，报告也合规。陆总，他说的对。什么叫他说的对？这些公式没有窜起眼睛，是因为我们的砸盘资金太大，把风险漏洞无限放大了，引力矩阵能捕捉到。至于我为什么提醒他们撤资，因为你为了追求砸盘效果，把风险对仓比例调成了0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课，我要解套。解套？你不是天才精算师吗？告诉我怎么解。华尔街量化之所以咬住你，是因为他算准了你没有后续资金。继续说。如果你敢带着更大的筹码反砸下去，就有机会打破它的平衡。陆总，不能听他的。需要多少筹码？至少5倍杠杆。陆总，你敢赌吗？陆总，不能开5倍杠杆，我们连对方底细都没摸透，现在加仓就是把公司往火坑里推。陆总，要不先跟华科电子谈，放低一点姿态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本金。谈？我陆天傲混到今天，什么时候向一家快破产的科技公司低过头？你刚才说5倍杠杆能打破平衡，不是一定能。你耍我！数字从不保证胜利，只会告诉你代价。引力矩阵现在咬住你的30亿，是因为他判断你没有后续资金。如果你瞬间砸入更大筹码，他的模型会重新计算。重新计算之后呢？他可能止损，
也可能反扑。陆总，你听见了，他说的是可能，不是一定。陆总，涨幅7%。公司账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？5个亿自留宝贝金，那是明早母公司并账审查要看的钱，不能动。能不能动，我说了算。陆总，一旦这5个亿被挪用，明天高盛资本审查官核对并账，我们根本补不回去。只要今晚赢了，明天账上就是双倍利润，母公司只会夸我，不会问我过程。陆总，魄力这种东西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全体都有，把公司账上的5个亿全部提出，拉满5倍杠杆。我说执行。自留准备金转出，净流金5亿，杠杆倍数，总公积筹码25亿。等待诱敌完成，再往前一步，就回不了头了。25亿已经切入大盘，砸下去！跌了半个点儿。陆总英明，5倍杠杆一出，对方果然撑不住了。华尔街巨鳄又怎么样？遇到陆总还不是要退？我就知道，资本市场拼的就是胆子。陆总，现在只能算短暂压制，必须立刻止损，不能继续往里砸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5个亿是明早的并账准备金，如果现在抽不回来，公司会直接触发母公积审查。哼，等我赚10个亿回来，母公积会在乎这点流程？顾源，看见了吗？这就叫魄力。看见了。你这种底层审核员永远学不会。陆总确实很擅长把全部筹码推上桌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提醒你，牌桌上最危险的不是输，那是什么？是你以为自己快赢了。又跌了，对方开始后退，看见没有？他们退了。诱敌完成，合围启动。陆天傲，飞得越高，摔得越疼。什么引力法阵，什么华尔街巨鳄，在绝对资金面前都得给我趴下。陆总威武，今晚之后您就是远东金融圈的传奇。顾远刚才还装得那么深，现在不也只能站着看？顾远，你刚才不是说风浪更大吗？哼，你爹当年要是有我这种胆子，何至于被行业协会踢出去？等我赢了，赏你一笔奖金，去给你爹换个像样点的盒子。陆总，大盘现在的波动率是0.04%，那又怎么样？根据纳什均衡压力测试，这不叫溃败，又开始讲公式了，这叫蓄水。对方不是撤退，是在测试你的最后资金底线。现在你的准备兵已经全部分流，你没有退路了。我不需要退路。陆总，又怎么了？大盘静默期结束，对方开始反扑了。不可能！25亿压盘资金怎么可能1秒被顶回来？陆总，买单太多了，我们的卖单全部被吞。对方到底哪来这么多钱？华科电子发布公告了。什么公告？华科电子底层核心算法获得国际最高专利认证，海外长期资本确认战略注资，注资规模100亿美金。100亿美金？他们资金链不是断了吗？不是断了，他们是在等我们把筹码全部压进去。不可能，华科不可能有这种底牌。陆总，底牌不是没有，只是你看不起他们，所以没查。涨幅10%，封涨停了，做空通道被堵死了，我们平不了仓。我投了35亿进去，其中5亿是明早并账准备金。你告诉我被套死了？陆总被套死了。陆总，我的模型没有算错，对方蓄水池满了，
现在是泄洪的时候，你那25亿的筹码，味道似乎不错。陆总，清算中心通知下来了。读。鉴于傲天风投已达风控极限，且触发实质性穿仓风险，现勒令傲天风投在明天上午9点前补缴10亿风险保证金，否则交易系统将执行清盘平仓。陆总，10个亿啊！我们上哪儿弄10个亿？什么苦？高盛资本是我们的母公司，我是亚太区执行总裁，我有100亿授信额度。陆总，母公司风控体系不会给毁灭性亏损注资。你闭嘴！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那你说，高盛会怎么做？陆总，我提醒你一个基本金融常识：高盛资本的黑天鹅量化模型，一旦检测到子公司毁灭性亏损，不会注资。那会怎样？资产清算，责任剥离，把你这颗烂掉的棋子从集团版图里剔除。顾源，这一切都是你和华科电子做好的局，对不对？陆总说的对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签报告的是他，提醒撤资的是他，引力矩阵也是他引来的。你们在金融圈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学会尊重数据。少拿数据吓唬我！好，那就看数据。这是公司的最高财务机密，关掉！谁让你放这个的？为什么要关？陆总不是说我动了手脚吗？3年前，公司就触发过清盘红线。不可能啊！我们账面上一直是盈利。账面盈利不代表真实盈利，真正早就该清盘的，不是华科电子，是你，陆天傲。离岸过桥资金是虚构的，账面100亿盈利，全是借新还幼堆出来的。难怪上个月跟投基金提现那么慢，公司早就空了。陆总，这上面的审计明细是真的吗？假的，这是雇员伪造的假账。陆总，数字可以包装，但签名不能。这是真的，这份授权记录无法伪造。闭嘴，全都闭嘴！你3年来做了2套账，一套给母公司看，一套给自己填洞。所以，我们做空华科不是为了扩张？当然不是。陆天傲要把华科的核心资产压成废价，并入自己名下，再把傲天风投的100亿亏损包装成合理投资减值。我们全被他当工具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普通审核员怎么可能拿到核心数据？我是谁？不急。你该急的是你还剩多少时间。陆总，你瞒得我们好苦！你们想造反？3年来，我们替你冲在前面，以为是在做项目，结果是在帮你掩盖坏账。这要是被母公司审查官看到，我们所有人都完了。我是总裁，你们的合同、期权、奖金都在我手里。合同可以重签，名声毁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谁敢走？陆总，我只是打工，不想给假账陪葬。陆总，要不我们先停盘处理？连你也想跑？我不是跑，我是怕……废物！陆总，你发现了吗？发现什么？资本不会忠诚于人，只会忠诚于风险收益。现在，你是最大风险。保安来了以后，先把他扔出去。来的正好，这个人非法入侵公司系统，伪造财务数据，立刻把他扔出大楼。先生，请您配合我们核实身份。顾远，这回你还装？再厉害也得被拖出去。还摆姿势？你以为拿着破钢笔，保安就不敢碰你？动手之前，建议你先看一眼管理层邮件。什么邮件？关于这栋金融新物业租赁合约控股方变更的邮件。顾先生，十分抱歉。
你叫他什么？我们不知道您是新任产权代理人，需要我们清场吗？产权代理人？这栋楼是他的？暂时不用。明白。顾源，你到底在海外做了什么？产权代理人，顾远，我承认，我确实小看你了。然后呢？你隐姓埋名回国，暗中买下这栋楼的产权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在我面前装一次？可你别忘了，我背后是谁？高盛资本，华尔街的庞然大物，我是他们亲自任命的亚太区执行总裁。对，高盛资本如果兜底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只要总部资金在8点半前到账，确实还能补一部分保证金。顾远先生刚刚大手笔买入了整栋大楼的期权。顾远，你能买一栋楼，买不了整个华尔街。确实，你父亲当年得罪我，被行业协会除名。今天我也能让你的基金会破产。陆总，既然你对高盛资本这么有信心，你想说什么？为什么不打个电话，让我长长见识？陆总，总部一旦介入，会先看并账数据。闭嘴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这里是高盛资本纽约总部执行总裁办公室。陆，有什么事？尊敬的史密斯总裁，远东盘面出现了一点小小精算误差。一家名叫华科电子的本土科技公司，利用恶意利好欺诈市场，导致我们30亿错空盘被短暂套国。30亿。总部风控系统显示，傲天风投今天早上的自留准备金数据异常。总裁先生，请放心，对方资金链已经到了极限，我现在只需要动用总部授予我的亚太区100亿授信额度。来了，100亿授信，只要总部点头，顾远就完了。史密斯总裁，时间紧急，我请求立刻启动100亿资金注入程序。陆总，故事编得不错，怕了。可惜华尔街的资本不听故事，只看主人的指令。陆，你刚才说你要申请100亿授信？是的，总裁先生。你还说你动用了30亿做空盘，强行吞镇华科电子。华科电子核心算法估值极高，只要拿下来，母金公司的亚太财报会非常耀眼。我用职业生涯担保，这笔投资绝对蠢货！总裁先生，谁允许你动用风控自留金的？谁给你权利恶意做空华科电子的？以前集团不是默认我们用这种方式吞并优质资产吗？那是以前。就在30秒前，高盛资本最高董事会密钥被强制激活。最高董事会密钥，那不是传说中只有最高合伙人才能启动的吗？史密斯先生，这和我申请授信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所有董事、所有核心合伙人正在进入会议。是你？会议开始了。神谕级会议，我只在培训资料里看过。那是高盛资本最高权限会议，普通执行总裁都没有资格主动发起。各位董事，远东傲天风投违规事件已确认介入。各位董事，我可以解释，远东市场情况特殊，华科电子恶意释放利好，我只是采取必要防御。陆天鳌，你是否未经总部批准动用5亿自留准备金？这是临时调度，为了保护母公司利益。你是否在未完成风控复核前开启5倍杠杆？当时情况紧急。你是否向总部隐瞒傲天风投3年来的离岸坏账？完了，总部什么都知道了。顾先生，是否提交完整审计链？他们在问你。提交。证据成立。高盛资本最高董事会现在宣读决议：陆天鳌未经批准，恶意动用风控自留金，未完成风控复衡，强行开启5倍杠杆，隐瞒离岸坏账，连续3年提交虚假并账数据。我为集团赚过钱，
亚太区这几年盈利报表全是我做出来的。虚假的盈利，不是功劳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亚太区执行总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了。经最高董事会全票通过，即刻罢免陆天鳌高盛资本亚太区执行总裁职务。陆总被罢免了，他现在不是总裁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一句话你们就开最高会议？顾先生，是否继续启动追偿程序？继续。追偿？追什么偿？你违规造成的35亿做空损失，集团不会替你承担。我是为了集团利益。董事会判定，你是为了掩盖个人管理下的坏账。那是我15年攒下来的身家。不，那是你15年拿别人的风险堆出来的泡沫。同时，陆天傲将被列入高盛资本全球内部进入名单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不能再以高盛资本名义开展任何商业活动。为什么？你问了很多次。你到底凭什么让他们这么听你？不然，尊敬的首席合伙人，动作太慢了。尊敬的首席合伙人，高盛资本全体董事会成员向您致以最高敬意。首席合伙人，高盛资本最高权限人，他不是项目审核员吗？我们刚才一直在嘲笑高盛资本的首席合伙人。史密斯，顾先生，请您指示下一阶段。你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慢。非常抱歉，顾先生，远东分部的数据被陆天鳌隐藏得太深，我们已经启动最高级别追溯。不可能！清算结果还算干净，这次先不计较。感谢顾先生。顾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是已经听见了吗？不，你不可能是首席合伙人。现在信了吗？创世纪，高盛资本只有最早的底层架构设作者才有这种权限。底层架构设作者？GY， 顾源，引力矩阵是他做的。引力矩阵，华尔街10年最强量化系统。准确一点，它不是高盛买来的系统，是我写给高盛资本的底层引擎。10年前，顾先生以个人模型重构了高盛资本的量化风控体系。引力矩阵上线后，集团全球风险亏损率下降63%。所以今晚咬住我们的，不是华尔街巨鳄，是顾先生自己的系统。那你为什么要在我手下当审核员？你明明站在世界金融金字塔顶端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因为有一笔旧账，你欠我父亲。你父亲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刚才骂了他一整晚，说他不识抬举，说他是金融界罪人，说他被行业协会除名是活该。陆天傲，这些话你10年前也说过。10年前，远东精算师协会评估会议，这是当年的顾大师。顾大师是谁？顾远的父亲顾清月，远东最强精算师之一。签了这份破产评估，目标企业就能被低价并购。数据不支持破产结论，我不能签。一段旧录音能说明什么？说明我父亲当年拒绝的，就是你今晚让我签的同一种报告。这支笔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评估会时用的。你记得他吗？我不记得。没关系，数据会帮你记起来。10年前，你让父亲签虚假破产评估报告。商业并购本来就要用策略。策略？伪造风险评级，压低民族科技企业估值，再用离岸资金低价收购，这叫策略。我父亲不签，你就换了一条路。当年协会公告说是顾大师篡改模型，
模型没有被他改过。所以当年是陆天傲改了模型，再栽给顾大师。他把别人害到除名，还骂了10年。闭嘴！这些全是顾源伪造的。你今晚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回国，不是为了在你面前装一次，我是为了让你亲手重复当年的每一步，逼签报告，操纵估值，挪用资金，赌上全部筹码。陆天傲，是你亲手接过我递给你的绞索，然后自己踢翻了脚下的凳子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复盘。顾先生让他把当年的罪自己重演了一遍。顾源，我承认我小看了你，但你已经赢了。赢？你罢免了我，冻结了我的股权，毁了我的公司。够了，真的够了！放我一条生路。生路。当年我父亲面对你伪造的高风险破产评估报告时，也说过这2个字。这家企业还有核心技术，不能用假数据逼死他。陆天傲，给他们一条生路。资本市场没有生路，只有价格。那时候你给了吗？你没有。史密斯，顾先生，提交陆天傲个人资产清算申请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不能？我是高盛亚太区前执行总裁，我有行业资源，我还有人脉。陆天傲，你的所有高盛授权已撤销。那是我的全部身家。不够。你今晚做空造成的川仓负债还没结算，初步5估，个人追缴缺口还在扩大。他不仅没钱了，还要道歉。如果开盘继续涨，他的负债会继续滚。顾源，你非要把我逼到绝路？不是我逼你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按下的确认。申请已提交。经济上的账算完了，现在算我父亲的账。当年行业协会认定顾大师操纵评估，是因为3个离岸席位同时提交了反向证据。那3个席位决定了我父亲的一生。这些名字都不是陆天傲，表面不是。3个席位都是他的。当年协会看到的反向证据，全是他自己做的。左手伪造证据，右手提交审查，最终不远人穿透也可能出错。所以我没有只准备1条证据。顾大师真是被做局的。别碰！陆先生，请后退。你当年藏得很深，但你忘了，交易市场里的每一笔脏钱都会留下影子。我当年也看过这份公告，你信了吗？我信了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说顾大师晚节不保，我也跟着躲远了。所以他被除名那天，没人站出来。他一个人承受了全部骂名，不止。这跟今晚的华科电子一模一样。10年前你成功了，所以你以为今晚也会成功？那又怎么样？资本就是吃弱者。你父亲不懂这个规则，他输的活该。陆天傲，你到现在还不认错？认错？我只恨当年没把顾家斩干净。这句话够了。你要公开旧案？不是公开，是还原。冻结复审，这意味着顾大师的处分至少不会再按原案执行。不够。顾先生，声明已经准备好，只要您确认，5分钟内全球不能放。发。是。
完了，他的名声也没了。他早该还。爸，第一步还回来了。顾远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没有。9点开盘后，你还会看见真正的结算。开盘了，华科电子一字涨停，封单还在增加，150亿美金，这盘谁扛得住？陆天傲昨晚的全部做空筹码被瞬间吞掉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这么快！穿仓负债开始结算。14亿9千万，100亿总裁一夜倒欠15亿。顾远，你满意了吗？这不是我算出来的，是你自己下的单，市场给出的答案。公司要被接管了？不可能，这是我的公司。现在不是了。陆天傲，由于你名下衍生品已穿仓，且傲天风投资产已依法转入引力矩阵基金会接收程序，现对你执行内部驱逐令。驱逐？你们凭什么驱逐我？凭你已经不是这家公司负责人，凭这座大楼的产权代理人是顾先生。顾先生，是否执行清场？顾远，你真要把我赶出去？陆总，10年前，你把我父亲赶出行业协会时，也没给他留门。现在，你走门，已经算体面。陆先生，请吧。别碰我，这里是我打下来的江山。不是江山，是你借别人风险堆出来的废墟。看清楚，我是陆天傲，傲天风投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。公司名称已经进入注销与重组程序，连名字都没了。15年公司已上市清空。顾远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你爸是怎么低头求我的？他求我放过那家公司，求我别把他除名，他差点跪在我面前。你说错了。我说错什么？他不是求你放过他，他是求你放过一家还有核心技术的企业。你当年没听。执行。明白。顾远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没有对你做什么，是市场清算了你。顾先生，总裁办公室已经完成安全检查。不用跟。明白。爸，他的位置空出来了。远东交易市长，顾先生，远峰交易所已收到清算结果。华科电子的底层信托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只等您的最终指令。把高盛资本所有远东科技受限转入华科电子。顾先生，那会重塑整个远东科技股的流动性底池。我要的就是重塑。明白。顾先生，授信转入后，华科电子会从被做空标的变成远东科技股的核心底池。说给执行组听。记录指令。第四，华科电子新版并账架构，控股方设为顾先生，是设为高盛资本还是引力主神基金会？都不是。顾氏联合基金将成为华科电子新版财务结构唯一控股方。是。明白。10年前被抢走的技术底池，今天换一种方式守住。
旧工牌统一回收，交易终端封存，未经授权不得带走任何存储设备。共犯名单已经全部移交，旧系统权限回收完成。顾先生，交易所那边已经确认华科电子新版架构。苏清寒到了吗？10分钟前进入金融中心，现在在楼下核验身份。昨晚华科还差点被做空吞并，现在反过来吃下了傲天风头。不是华科吃下傲天，是顾先生重新定义了底层规则。顾先生，苏清寒到了。几个小时前，这里还在做空华科，现在傲天风头没了，他早就该没了。华科电子的100亿底层信托已经按照你的架构完成并账。辛苦。顾远，我有个问题。问。我该叫你顾远，还是高盛资本的首席合伙人？都可以。那华科电子呢？华科电子怎么了？昨晚的做空，引力矩阵的入场，100亿美金的注资，今天的并账，这些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你的模型里？是。所以华科电子也是你和复仇里的筹码。苏总，你想听真话还是好听的话？真话。真话就是，昨晚桌上所有人都是筹码，包括我自己。你把自己也算进去了。如果陆天昂没有逼我签报告，模型不会启动。如果他没有开5倍杠杆呢？那他会损失30亿，但不会被彻底清盘。如果他没有动用那5亿准备金，高盛总部不会立即启动剥离程序。所以你给他留过退路。每一步都有退路，是他每一次都选了更贪的那条。华科电子呢？如果我们昨晚没发布专利公告，会怎样？你们会被压低估值，被傲天风头吞并。你提前知道？我知道陆天傲一定会选择做空。为什么？因为10年前，他也是这么选的。所以你救华科，不只是为了华科？我救的是一个10年前被救下来的答案。那下一步呢？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这栋楼的天台，我父亲最后站过的地方。顾远，顾清月先生的名字会回来的。谢谢。爸，我回来了。顾先生，他非要见你，说有最后一句话。让他说。顾远，你真会选地方。这里适合算旧账。10年前，你爸也站在这里。你想知道他最后对我说了什么吗？说。他说：“数据不会骗人，人会。”你爸到最后都还在讲数据，真可笑。可笑？他如果早点低头，签了那份报告，就不会被除名，你们顾家也不会从金融圈消失10年。顾远，远东精算师协会刚刚发来的回知，顾清月旧案进入公开复核程序。拿来！陆先生，后退。你刚才那句话，协会也会收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亲口承认，我父亲当年没有篡改数据。我没有承认，我只是说他不懂低头。够了。顾远，你连我最后一句话都算计。陆天鳌，你最后一句话也是在算计别人。10年前，你在这里对我父亲说过一句话。我不记得。我记得。这是你对顾清月先生说的。商场上谁弱谁输，所以我没有和你谈感情。
我只和你谈数据。你想让我也从这里跳下去？陆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行为。我不会推你，也不会让你从这里下去。你要活着，活着看自己被市场除名，被同行避开，被你最信的资本切割，这才是你的清算结果。你赢了。不是我赢，那是谁赢？是你当年的因结出了今天的果。如果当年我没有逼你爸呢？你会有另一种结局。如果今晚我没有开5倍杠杆呢？你会损失30亿，但不会倾家荡产。如果我没有挪用那5亿准备金吗？高盛总部不会立刻切割你。所以每一步都有退路，是你每一次都选择了最贪的那条。顾远，协会新通知。爸，快了。快！顾远，你父亲真的会回来吗？他的名字会回来，你拿走的名声、技术、信任，都会一笔一笔还回来。顾先生，可以带走了吗？带走。顾源，你这样的人不会有朋友。精算师不需要太多朋友。那你需要什么？一个不被谎言定价的世界。结束了吗？旧账结束了，新账才刚开始。标牌固定完成，中后台终端清洗完成，旧权限全部注销。纽约总部数据池已接入，远东市场基础数据同步率99.7%。顾先生，亚太中心已经准备好。这就是你下一步要建的东西？不是下一步，那是什么？10年前就该有的东西。亚太中心全线激活，全体准备。欢迎首席合伙人进入亚太中心。底层审核员成了这里的主人。主人这个词不准确，我只是重新接管规则。顾先生，傲天风投旧系统残留账户清洗完毕，陆天傲关联账户已全部封存，异常跟投收益进入追潮池。华科电子呢？华科电子底层信托已完成并账，100亿美金战略资金进入稳定池。华科从今天开始不再需要靠短期融资活着。你们有技术，不该被资本压成废纸。这句话，顾清叶先生当年也说过。他说，技术该被定价，不该被踩价。那华科会记住这句话。顾先生，亚太中心重启确认，需要您签字。开始第1轮远东科技股风险清理。顾先生，发现46条异常做工链，其中12条使用了和陆天傲相似的压价模型。不止华科被盯上，华科只是今晚的入口。其中3家公司拥有核心专利，但估值被连续打压超过6个月。标记。你打算救所有被压价的科技企业？不是救，那是什么？让他们回到该有的价格。这些离岸基金和10年前顾清约旧案有关联，所以旧案背后不止陆天傲一个人。陆天傲只是那条链最贪的一个。父亲的名字会回来，但这条链也要一起断。顾先生，这条联盟链至少存在12年。陆天傲当年只是远东执行端，他们专门压低本土科技企业估值，再低价吞掉核心专利。初步扫描结果是这样，华科差点也变成他们的猎物。所以华科必须活下来。作为诱饵，作为棋子。诱饵会被吃掉，棋子会立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。
顾先生，如果把华科设为核心锚点，会引发压价联盟反向试探。他们可能会在明天开盘前攻击华科的供应链估值。华科供应链数据我可以提供。你说华科是旗子，那旗子不能只靠别人扶着。运营主管，给苏总开放华科专线。明白。这一次，我跟你一起。华科3家供应商都是真的，不是空壳，库存、订单、专利授权链都能对上。对方不是攻击真实性，是攻击估值连续性。他们在制造供应链断裂预期，一旦市场相信华科供货不稳，明天开盘华科锚点会被削弱。顾远，不能等，等他们全部进来。你又要设局？不是又，是他们自己装到同一个模型里。顾先生，只要他们完成第1轮报价，我们就能锁定全部上游账户。但华科供应链会承受3分钟估值冲击。华科能扛。顾清月先生当年没等到的证据，明天听证前必须拿全。开闸。今晚抓第2条大鱼。华科3家供应商估值被压了4%，对方在制造断供预期，市场情绪开始波动。顾先生，是否提前封口？还没到。再等，华科明早会被怀疑供应链断裂。大鱼露头了。对方正在确认华科供应链真假，只要他们继续报价，就能锁定最终控制人。顾远，华科最多再扛1分钟。1分钟够了。华科供应链开始松动，继续压，明天开盘前把它的锚点打穿。他们果然想复制陆天傲那一套。不，是他们复制了10年前那一套。收网。攻击账户全部被锁住，退出通道关闭。最终母账户已确认，和10年前3起技术压价并购案存在资金重叠。能证明他们和顾清月旧案有关？能证明他们和当年那条离岸链有关。所以陆天傲只是执行人。他是最贪的执行人。顾先生，是否把这条联盟证据链同步给精算师协会？同步。华科董事会已收到。明天听证会上，你带这份。你不亲自讲？我讲父亲的部分。这条链由被他压过的人来讲。我会讲清楚。远东技术压价联盟。顾远先生，你提交的复核材料，协会已经完成初步核验。10年前顾清月相关事件里，原始数据模型没有人为整篡改的痕迹。顾大师当年没有造假。根据现有证据，顾清月先生没有篡改评估模型，真正被篡改的是提交给协会的复核版本。苏清寒女士，你代表华科电子提交的供应链攻击证据，也已经纳入复核。昨晚，压价联盟试图攻击华科供应链估值，手法与10年前一致。华科差点成为第2个被压价吞并的企业。顾清月先生当年保护的不只是一个项目，而是技术企业应有的定价权。记录。顾远先生，你还有补充吗？我只补一句，我父亲不是败给市场，他是败给了被伪装成市场的谎言。经复核，顾清野先生10年前所谓操纵评估模型一案，原处分依据不成立。协会决定撤销对顾清野先生的永久除名处分。顾远。同时，协会将公开更正10年前错误公告，并将顾清月先生列入远东精算师诚信档案恢复名单。当年如果不是顾大师拒签，我们那批技术人连最后一点尊严都没了。顾先生，谢谢你替他把名字拿回来。不是我拿回来，
是他自己守住的。顾清月先生回来了。就这样到这里，才算真正结束。顾先生，远东科技股第1轮风险清洗完成，12家核心技术企业进入保护名单，压价联盟资金链已全部封存。华科电子的100亿底层信托已经全部并账，顾氏联合基金成为唯一控股方，华科的核心算法和供应链数据全部接入引力矩阵保护层。华科以后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也包括你，包括我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。亚太中心第1阶段完成。顾先生，远东科技股风险池已重置，陆天傲关联账户清算完成，压价联盟第1批节点冻结完成。这只是第1批，资本的影子不会只有1层，所以后面还有更大的盘。有。你准备继续？10年前，我父亲守住了一次数据的底线，10年后，该有人守住价格的底线。顾先生，是否启动全球异常模型扫描？这就是新的开始。不是新的开始，是旧谎言的终点。精算，开始。